我们接下来会好好的准备下一场比赛，我们有非常大的自信可以拿下这次的冠军啊，觉得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袁某人。MSI 没拿冠军别灰心，紧接而来的还有最底座、最刺激的 EWC 石油杯。本届 EWC 不但填补了 MSI 没看到许哥、没看到大超的遗憾，我们还有望能看到 LPL 和 LCK 的全面交手。目前小组赛已经全部打完 ，LPL 3队全面突围，并且 BLG 和 AGAL 都力克了同组的 LCK 队伍。尤其是 BLG， 虽然是1-0小胜 T1， 但小胜 T1 也是胜啊。T1 这个对标对于我们 LPL 观众来说意义还是不太一样的，唯独就是和韩华分在同一组的京东有点难受，被韩华轻描淡写的小虐一把。不过对手毕竟是 MSI 新科冠军，说实话状态火热，真没啥办法。那今天我就来和大伙儿简单聊聊后面淘汰赛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先说被韩华拿下的京东，他们淘汰赛要面对的对手是大超率领的 Genji。说个好消息，史蒂还在昏迷，玩个镜都能被塔下单杀的那种。但坏消息就是 Chovy 的状态依旧火热。当然 Genji 的对手也不强，而且也只是 BO1 虐菜局，其实不太看得出实际情况。但从整个 EWC 来说，我感觉所有队伍失误率都挺高的，毕竟赛程很紧，我估摸着训练赛和热手的机会都不太多，所以看他比怎么排兵布阵了。目前从京东打 HLE 的 BO1 来看，京东的肌肉部分没有太多变异，强度大体还在之前 LPL 那个水准，就还是那个问题，从局部优势到终结比赛这块，京东还是有要提升的。好在他们展现的英雄池是跟得上版本的，先别管玩的好不好嘛，起码他比有牌去设计。只能说输给韩华也很难去怪谁，就韩华肌肉确实太硬了。宙斯一个被针对设计的纳尔0-3打得像3-0，团战处理到边线处理那都很聪明，没法子。小徐连兵都过不了，那想过宙斯肯定比较难。好在打 King 啊，你愿意稳，他是有概率跟你混的，所以相信京东好吧。那和京东在同一个半区的是 BLG， 目前 BLG 打的2个 BO1 虽然都赢了下来，但游戏内容上还是有点乱的，没办法，刚输完 MSI 就马上跑过来，难免人有点晕。但好消息是冰大哥进入自律期了，打得挺警示，在面对 T1 的比赛里，当队伍给他拉开单打空间的时候，直接1v1的完成了对多兰的突破。无论是团战还是对线，冰都是表现更好的一方。说实话，冰大哥也就被宙斯拿捏一下，但真有人觉得他打不过篮子，就有点那啥了。这场 BO1 其实 T1 的策略也蛮有意思的，他们算是整了一把 BLG 蛮擅长的阵容，而且优化了我们在 MSI 时期说他们的那个问题，就是队伍给中路的倾斜和选角都太功能了。这场给 Faker 拿了辛德拉，事实上 T1 也确实围绕着 Faker 做了不少进攻。从前中期的节奏交换来说， T1 的还手频率是上来了的，这对于 T1 来说是好事，但明显队伍的练习度它不够。Keria 的胜在野辅联动这块还真没有 ON 玩胜时那么亮眼。T1 打围绕中路起节奏的问题在于 Faker 的操作瑕疵多，虽然整体判断是 OK 的，但 Owner 是判断也逆天，操作也逆天。大欧老师现在的发挥已经堪比农夫山泉时期了。就多兰虽然被冰单杀，但输掉游戏的罪魁祸首却不是他，这也已经说明 T1 的问题所在了，那就是进攻节奏他连续不起来。Faker 的问题在于呢，他的站位很多时候是需要微操的，不然就是给机会，而事实上他也确实给了机会。可 Owner 的问题就在于他的决策太过于单一且僵硬了。最重要的是 Owner 应该让人头让节奏的时候，他还在遵循着自己发育起来打团的逻辑，这就导致 T1 在本就匮乏的节奏里，经济往往会被浪费掉。所以只能说比起 MSI 后半段， T1 在尝试找解决办法，但目前效果还没太看出来。而现在 T1 这个状态要面对接下来状态火热的韩华，说实话想拿下 K 博士得拉满的同时， Owner 也得醒过来才行啊，只能说压力不小。相比 BLG 后续的对手就让人开心很多了，是不敌 AGAL 的 DK 许哥。说实话这次 DK 表现还蛮让人放心的，作为在赛区内最不稳定但也是队伍里最突出的 C5， 本次 EWC 的发挥目前来看还是偏向于不稳定的那一行。对于这种新星上单啊，如果打国际赛上来就猛死，那大概率是不适应的。在打 AGAL 时可以说被圣枪哥的表现完全碾压，所以冰大哥也可以给 C5 好好上上课。而许哥我的评价只能4个字啊，风采依旧，懂的都懂。所以 BLG 在淘汰赛第1轮我倒真不是特别担心，我觉得 BLG 应该或许可能不会翻车吧。那说个对 BLG 粉丝比较振奋的消息，那就是假如 BLG 能夺冠 EWC， 那 BLG 它有可能完成对 LCK 1穿4的壮举，所以这次 EWC 还真是 BLG 一次雪耻的好机会。最后就是淘汰赛首轮打 KC 的 AL 了。其实 AL 打小组赛时是稳扎稳打的，靠着物件团处理把 DK 给拿下嘛。就虽然过程中不能说完全顺畅，但整体表现 AL 还是不错的。首轮打的是 MSI 入围赛完全一坨的 KC， 我觉得压力应该不大。但关键就是后面碰韩华与 T1 的胜者，后续的这个 BO5 呢，不是说我不相信 AL 啊，只是说对手确实有点小猛。
只能讲期待他们创造历史，但理智告诉我，先把目标定在打满上可能会更科学一点。那期待 LPL 各队的精彩发挥吧。那本期内容就先聊这么多，我们后面看看我身体的情况和 EWC 的赛果，看有没有合适的内容出。那我是袁某人，我们本期就先聊到这里，拜拜。